在软体工程中，为了短暂利益而妥协的架构被称为技术债。在心灵的作业系统里，每一次对痛苦的压抑与逃避，同样会累积成高昂的心灵技术债。大脑为了维持表面的功能正常，会动用前额叶皮质将创伤记忆封装推入潜意识的深海。我们以为不去看，那些阴影便不存在，却不知系统底层的耗损正在指数级攀升。神经生物学显示，持续的压抑会引发杏仁核的慢性过度活跃，这些未处理的压力荷尔蒙正是你缴纳的因果利息。正如荣格所言，你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就会成为你的命运。逃避并不能消除代码中的漏洞，它只会让这个错误的回圈在你的生命中不断重启，形成轮回。为了掩饰内在的断层，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会陷入无休止的反刍，消耗掉你原本可以用于创造的庞大能量。道家智者庄子曾喻必引而走，只会愈走愈急而死，唯有触因吸引，方能让系统重归虚静。面对这笔日益庞大的心灵技术债，我们必须暂停执行外界的脚本，勇敢开启内在的除错模式。当我们潜入潜意识的资料库，会发现那些未处理的恐惧与悲伤，如同未加密的恶意软体，悄悄劫持了神经元。这就是阴影自我，它并非邪恶，而是那些被你的意识防火墙拒绝存取的未经编译的原始情感。基于赫布定律 Hebb Law 一起发射的神经元会连结在一起，反复的逃避反而固化了创伤的回路。皮质醇成为了偿还这种债务的生理货币，长期透支，让你的免疫系统与心灵缓冲区濒临崩溃。因果的复利是可怕的，一次未被承认的悲痛，可能在10年后演变成吞噬一切的广泛性焦虑。你的大脑仿佛中断了所有背景更新，只为维持这个名为逃避的高耗能进程。这种内在的错误设定扭曲了你对现实的感知，你开始将系统内部的 bug 投射到外部的亲密关系上。所谓的宿命并非宇宙的惩罚，而是系统正在忠实地执行那些未被妥善处理的异常抛出 exception handling。 压抑的情感化作机器中的幽灵，透过慢性疼痛、失眠或无端的恐慌，向意识发出最后的警告。当系统记忆体终于意味崩溃便无可避免，这便是人们口中的生命低谷或灵魂暗夜。从量子力学的视角来看，压抑的情感如同未坍缩的波函数，在你的能量场中持续震荡。这种未解决的频率会产生量子纠缠，无意识地吸引那些能触发相同痛苦频率的人事物来到你生命中。心理学称之为强迫性重复，而东方哲学则将这种无名驱动的惯性称为业力轮回。宇宙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，情绪的能量不会凭空消失，若不被转化，必将以更具破坏性的形式爆发。逃避具有遂行本质，你在小事上对内心微小的不诚实，终将在人生大事上放大为命运的崩塌。道德经有言，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。你越是用力压抑痛苦，痛苦就越是在暗处获得掌控你的力量。阻抗创造了执着，你的抗拒正是系统无法顺利运行垃圾回收机制 garbage collection 的根本原因。清理技术债的第一步是承认破产，承认你无法再用旧的演算法来处理当下生命的复杂度。正念觉察就是大脑的除错器 debugger， 它不急于修改代码，而是静静地读取那些报错的日志。当你不再逃避，你会发现那隐藏在阴影深处的并非怪物，而是一个等待被接纳的受伤的子程式。
现在，我们进入灵魂重构阶段，不是删除痛苦的记忆，而是重写大脑对痛苦的读取路径。禅宗的直观打坐是 Kantasa， 就是允许焦虑与悲伤的频率在体内流淌，不做任何干预与标签。透过认知重新评估 Cognitive Reappraisal， 我们改变了记忆的诠释数据，将病毒转化为免疫系统的抗体。宽恕是系统最高级别的更新，它释放了那些为了维持仇恨而长期绑定的代谢能量。这就是阴影工作的炼金术，将被放逐的黑暗代码整合进强韧的全新人格架构中。当未解的情节被逐一关闭，多巴胺与血清素的基准线便会自然恢复，系统回归流畅。如同金善修复 Kintsugi 的艺术，经历除错的灵魂，其伤痕反而成为了优化后最坚固的代码。你终会领悟，那曾令你恐惧的阴影里，其实封印着你最原始的生命力与创造效能。业力轮回的回圈在此刻终止，量子波动终于坍缩成一种深沉而寂静的和平。这就是无债一身轻的境界，意识与潜意识完全同步，生命不再被隐藏的错误指令所拖累。现在准备进入睡眠，关闭你的视觉引擎，停止所有意识层面的运算处理，感受大脑的胶淋巴系统开始启动，温柔地洗刷掉这一天累积的代谢废物与残留的情绪乱码。在你的脑海中，想象所有悬而未决的事件，所有未关闭的进程，正一个接一个地被安全储存并关闭。深层的慢波睡眠是灵魂硬碟最深度的磁碟重组，让散落的记忆碎片重新找到秩序。松开对过去的抓取，让过热的神经回路逐渐冷却，进入待机的虚空状态。吸气，觉察身体中任何残留的紧绷；呼气，将这些无形的债务连同气息一起释放，归还给宇宙。你正在融入量子虚空，那个零点能 （zero point energy） 的源头，在那里没有任何因果与债务存在。安住在这片黑暗中，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这极致的静谧是一切重生的起点。当系统完成了深度的除错与更新，明天的你将是一个不再背负昨日旧码的全新生命。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。